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布莱兹，这是个分享资产配置以及指数投资的频道。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个很有趣的心理学效应——达克效应。什么是达克效应呢？达克效应源自心理学家大卫·达寇与贾斯汀·克鲁格的研究。他们指出，能力不足的人往往高估自己，认为自己比实际更厉害；真正有能力的人却容易低估自己的实力，甚至怀疑自己的专业价值。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，无论是学业、职场，甚至是投资市场，都能看到它的影响。我们用投资理财来形容的话，初入股市往往都会有个爆棚的新手运。假设你刚进入股市，凭住一点运气，买对几只热门股，短期内获得不错的回报，你可能开始觉得自己掌握了财富自由的秘密，甚至看不起那些建议你分散风险的经验者，心想这些人懂个屁，我直觉超准，我运气超好，随便买卖都能够赚钱。牛市中少年股神正是这种过度自信，正是达克效应的愚昧山峰。充满信心但极其危险的位置，例如2000年的网际网络泡沫就是真实版的愚昧山峰。当时无数投资者涌入新创科技公司，短期内赚得盆满钵满。他们认为自己已看穿市场逻辑，大胆压下重注，却在泡沫破裂时损失惨重。许多投资人瞬间一无所有，成为达克效应的典型案例。而这样的情形对应了正是达克效应的自信崩溃区。市场的残酷在于，它不会按照你的意愿运转。当黑天鹅事件或熊市来临，过度自信的投资者往往最早退场。2008年时的金融危机让许多利用杠杆操作的投资者陷入财务困境，他们不仅失去本金，还因债务压力而卖房甚至破产。心态崩溃的投资者常以更高风险挽回损失，又或是频繁交易加码杠杆，却往往适得其反。这是典型的赌徒谬误。2015年时，中国股市经历大幅震荡，许多散户因追高被深套数百万投资者的财富缩水至原本的一半以下。此时的投资人们心中想：市场是在针对我吗？这种无助与怀疑标志住投资者跌入了达克效应中的绝望之谷。许多人因此彻底退出市场。然而，真正的投资观念觉悟的人不会停留在谷底，他们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，重建信心，进而走向开悟之坡。开悟之坡是成长与复苏的契机。投资成功不仅仅是智商问题，更在于情绪控制与策略调整。股神巴菲特爷爷曾说过，投资成功的关键不在于智商，而在于情绪控制，并且多次在股东大会公开建议一般散户选择低成本的指数基金，如标普500指数，并透过分散投资控制风险。他甚至在与对冲基金经理比赛绩效的赌约中，用指数基金打败了专业基金操盘手。真正成熟的投资者会达到永续平稳顶，这是一个能安心睡觉的阶段。而我认为实现财务稳定成长，必须要稳健的资产配置与指数化投资才可以达成。将资金合理分配于全球多元化的资产组合，例如涵盖全球股市的低成本指数基金 ETF 与全球债券基金 ETF。这种策略能有效降低单一市场或区域经济波动带来的风险，实现更稳定的长期成长。采用被动投资方式，定期投入指数基金，专注于整体市场的长期表现，而非试图选择个股或预测市场走势。有很多历史数据研究证明，市场整体的年化报酬率通常优于大多数主动型基金管理人的表现。借助时间的复利效应，通过长期持有实现资产稳定增长。与其追求不靠谱的短期暴利，不如执行指数化投资，能让你在市场波动中保持冷静专注与目标的实现。另外，我还需要提到不依赖特定的高股息 ETF。找个时间，我们另外聊聊高股息的含义。选择广泛分散的投资工具，减少单一企业或产业对整体资产的影响，从而增加抗风险能力。这种稳健且长期的策略虽然不会带来一夜暴富的机会，但能让资产以稳定的步伐成长，逐步迈向财务独立。同时，你也能避免过度交易造成了成本消耗与情绪化决策的风险，真正做到睡得安稳，资产稳定成长。达克效应提醒我们，投资是一场心理战。无论你是初入市场的新手，还是久经沙场的老手，谦虚面对市场自己的能力，避免因自信过度而高估实力。理性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，让我们在波动的市场中保持清醒与冷静，提升投资心态，反思与调整投资的路，才能走得更稳更远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这样有机会推送给更多有需要的人们。如果还有其他想法，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心得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了，拜。